顾城川，我爱他，所以也爱他的家，却没想到被当成软柿子一直压着。那杯茶泼醒我之后，我的东西谁也别想动。姐夫，你那辆闲置的 SUV3万块转给我同事吧，他钱都准备好了，明天就能过户。那辆车落地38万，开了2年，还不到1万公里。雨薇，那辆车我还在开。你不是还有辆车吗？我同事都看好了，就等你点头。程川啊，雨薇开口了，你就帮忙嘛，都是一家人。3万块不少了，你那车放着也是闲着，卖谁不是卖？别拿一家人当外人。那车我不卖。顾程川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好声好气跟你说，你别不识抬举。行，车的事我回去处理。哼，早说不就完了，摆什么臭架子？程川，别跟雨薇计较，她就那脾气。航哥，那辆 SUV 明天来办过户。你确定？那车你过户到你名下。行，明天见。林叔，城南江湾华体第18栋那套房子租约到期了吧？下个月15号到期。不续了。不续？那个租户是你？不续了。苏雨薇想用3万拿走我的车，那我也没必要继续用每月低于市场价1700块的房子，替他养一家4口。他住了2年的那套3居室，他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，却不知道那份便宜一直是我给的。程川脸还疼吗？我去拿烫伤膏。不用。我知道你生气。我没生气。雨妖就是嘴上不饶人，他不是故意。苏婉晴，那茶有多烫，你没看见？结婚3年，你妹借了我多少钱？8万，1分都没还过。你妈让我出6万装修她那套房子，让我帮赵明凯介绍客户，让我送他们出去旅游的机票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，可每一次他们伸手，你都站在旁边看着，一个字都没替我说过。3年里，我不是没脾气，我是觉得他们是苏婉彤的家人，我让一步就让一步。可今天那杯茶浇下来，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，有些人不会把你的退让当善意，只会把它当成下一次伸手的底气。既然他们认定我软，那我就从今天开始，一件一件把边界立回来。车的事我已经处理了。你卖了？过户给周启航了。你怎么不跟我商量？需要商量吗？那车是我婚前买的，你妹想3万拿走，你今天在饭桌上说了什么？程川，你过户给周启航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那我妈那边怎么交代？不需要交代我的车，我的决定。你先冷静一下，明天我跟雨薇说。不用说了。明天上午10点，车管所见。好。程川，那个租户住了快2年了，突然不续，按合同来，到期不续，提前15天通就行。合同白纸黑字，没什么可说的。顾程川，这车真不要钱？算我存你那里的。得，大老板开口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周启航是我大学室友，现在帮我打理父亲留下的几套房产。明面上，那些房子都由他的物业公司统一代管，实际上产权和购房款都在我名下。这事苏婉晴不知道。婚后家里的物业、水电和大部分生活开支一直由我承担，我每个月也会把固定生活费转进家用卡。苏婉晴的工资由她自己支配，可她常把结余拿去补贴娘家，我看见了，却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她知道我做工程监理，月薪1万2，她不知道我手里的房子光租金每月就进账14万。不是我要瞒着她，结婚前我就有这些资产了，是我爸留给我的。我爸走得早，交代过一句话，财不外露，尤其对枕边人的亲戚。3年下来，我庆幸自己听了这话。什么过户？给谁了？他没跟我说，雨薇，你别急，我问他。那个周启航是谁？你为什么把车给他？我朋友。你朋友？你3万块都不愿意卖给我妹，白送给一个外人。第一，不是白送；第二，周启航不是外人；第三，那是我的婚前财产，轮不到别人替我做主。顾承昭，你是不是在报复？我不是在报复，
我只是不想再当你们一家随叫随到的提款机。你替我回一句就行，车已经过户了，没法再过来了。妈，那车确实已经过户了，不是卖给宇威同事的事。妈，你听我说，你白眼狼，当初就不该同意你们在一起。17套房产的本月租金报表刚发过来，城南江湾华堤18栋，到期日11月15日，还有12天。我妈说你变了，就一个恩。她说的对，我确实变了。程川，我理解你不高兴，但那天的事已经过去了。苏婉晴，你妹泼我一脸开水，你妈到现在一句道歉都没有。我没有要你妈给我磕头认错，但最起码……算了，道歉不道歉的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看清了这些人的本质。通知发了，那家人收到了。反应怎么样？女的打电话过来问能不能续，我说房东不续了。她问为什么，我说房东有其他安排。她还问能不能宽限1个月。合同到期就搬。挂了电话，我什么都没跟苏婉晴说。你开心了？宇威说他们住的那套房子房东不出租了，下个月就要搬走。怎么了？4口人大冬天的找房子，你知不知道现在那片房租涨了多少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说，你能不能帮忙问有没有合适的房源？你不是认识做房产的朋友吗？不能。顾城川，再怎么说那是我亲妹。你亲妹妹往我脸上泼开水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提醒她？我也是一家人。3年里，他们每往前一步，我就往后退一步，退到最后，连尊重都退没了。这一次，该后退的人不是我。11月15号搬家的日子到了，我没去现场，但周凯翔给我拍了张照片。说实话，看到孩子的时候，我有一瞬间的犹豫，想起苏雨薇那句“一辆破车而已”，你至于吗？至于。赵明台脸黑的跟锅底一样，苏雨薇在那儿打电话，不知道打给谁。搬哪儿去了？那么远，租金多少？他们搬到城北去了，离雨薇上班的地方快1个小时。哦，程川，你就不能？不能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是以前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要雨乐给你道歉？行，我让他道歉。不用了，道歉有什么用？他泼我是因为在他眼里我好欺负，道个歉下次还是一样。我要做的不是让他道歉，是让他明白我不是软柿子。程川啊，雨薇搬到城北去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么远，孩子上学前回天都不方便。你在那一片不是认识人吗？帮忙找个近一点的房子。妈，城南那一片的房子我不熟了，你问别人吧。你以前不是经常……以前是以前，现在忙顾不上。行吧。语气里带着不满，但没发作，因为他还有事要找我帮忙。下周20岳父的60岁寿宴，他打算让我出钱先订酒店。我知道他会开口，只是这一次，我不会再顺口答应。程川，我爸60大寿，我妈想在云悦酒店办2桌，你看行吗？云悦酒店，城南最好的中菜馆之一。你爸的寿宴，我出一半，你出一半。以前不都是你？以前是以前，你爸是你爸，你也该出一份。行。到了那天，我换了件普通的灰色外套，开着我那辆10来万的轿车去了酒店，没带什么贵重礼物，买了一条价位适中的烟。程川来了，爸，生日快乐！姐夫。对了，雨薇他们搬到城北去了，租的房子小，2个孩子连个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。程川啊，你在城南不是有朋友做房产吗？能不能帮忙问问有没有便宜点的2居室？妈，我那朋友管的是商业地产。那住宅呢？你帮忙问问嘛。我问也一样，现在城南住宅不好找。那价格呢？城南现在2居整至少5000元起，比他们之前那套贵不少。因为之前那套是我低价租给他们的。之前那套才4800，怎么就找不到差不多的了？现在行情就是这样。妈，今天爸生日，不说这个，问他有什么用？他连一辆车都舍不得帮忙。雨薇，你甩出去的那杯开水，手没烫着吧？我脸上的伤，上周才刚好。
这顿在后半段没人再提房子的事。寿宴过后的第3天，赵明礼约我吃饭，单独约的。我有点意外，去了。姐夫，坐。上次的事儿，雨游不对，我替他跟你说声不好意思。其实他就是脾气急，没什么坏心。道歉我听到了，有事直说。姐夫，其实今天找你是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。说。我有个工程项目，甲方那边的监理组长我不认识，想让你帮忙引荐一下。哪个项目？城西的云庭中心，商业综合体的精装修标段。云庭中心是周宇航公司参投的项目，监理组组长我不仅认识，还是我以前带过的同事。你吃得下吗？我们公司最近新招了10几个人，完全没问题。他那个所谓的公司注册资本50万，加上他一共6个人，现在说新招10几个，也就20来人，做那种1000万级别的精装修项目。赵明凯，那个标段我了解过，体量在1200万以上，你的资质够吗？资质的事儿我想办法，关键是先把关系搭上。这个忙我帮不了。为什么？第一，那个项目不是靠一顿饭就能拿下；第二，你的资质和人员根本吃不下。我替你搭关系，不是帮你，是把你往事故里送。哎，姐夫，你以前不都……以前是以前。行吧，那算了。姐夫，你最近变了不少。赵明凯那个装修公司是不是想接云庭中心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前2天找过我们这边，看来转头找你来了。要不要我这边放话毒死他？我回了3个字：不用了。赵明凯接不了这活是客观事实，不需要我额外做什么，我只是不帮忙而已，不帮忙就已经够了。搬家后的第1个月，苏雨薇的生活明显捉襟见肘，这些事儿都是雨薇告诉我的。他们租的那个房子在6楼，没电梯，2个孩子每天爬楼梯，小的那个前天摔了一跤。雨薇上班要倒2趟公交，单程1个半小时。她现在才发现以前那套房子有多便宜。他们现在过得紧，不是我害的，只是没人再替他们承担超出能力的生活。以前有人兜底，现在没有了，日子自然会回到他们真正承担得起的样子。你说的那个兜底的人是不是你？以前那套房子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不是。那周公司有个新项目要启动，我作为监理组负责人去了一趟工地。工地在城西，就是云庭中心。我是这个项目的监理方代表，整个施工质量的监督，最终签字权在我这里。他不知道我是项目负责人，也不知道这个项目里有我的投资股份。赵明凯如果知道这件事，估计肠子都要悔青了。在他眼里，我只是个月薪1万2的普通监理员。不过他不会知道，顾工，听说有个小装修公司一直在打听这个项目。哪家？叫什么凯瑞装饰？赵明凯的公司。不认识，不用管。行，我不会帮他，但也不会害他。他要是凭本事能接到别的活，那是他的能耐。但云庭中心不可能，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他不够格。程川，这周末我妈说想来咱家吃顿饭。行。她可能还会提雨衣的事儿。我不接话就是了。你什么时候能跟他们和解？等他们学会尊重人的时候。妈，你来了。这菜做的真香。妈。程川啊，你们这个沙发是新换的？上个月买的。多少钱？1万出头。雨薇最近瘦了不少，上班太远，每天6点就得起。赵明良那个公司效益也不好，好几个月没接到大单了。妈，他们会想办法的。想什么办法？那一家4口总得吃饭吧？程川，你能不能帮赵明林介绍点活？你不是认识工地上的人吗？妈，赵明凯的公司做的是精装修，我接触的项目工地都有固定的分包商，我一个监理也插不上手。你怎么插不上手？上次那个……上次是上次。程川，我直说了吧，雨薇一家现在日子过得很紧吧？你是当姐夫的。妈，我问您一个问题，那天雨薇泼我那杯茶，到现在有人跟我说过一句对不起吗？那件事儿，雨薇也没想到。开水泼到人脸上，
不是没想到的问题。那你到底想怎样？非要他当着全家人的面低头？你一个大男人，抓着一杯水不放，至于吗？我不需要他低头给我看，我也不要再当冤大头。什么叫冤大头？我们家什么时候占过你便宜？8万借款，6万装修，客户人情，机票，要不要我一笔笔念给您听？妈，算了，今天不说这个。不是我要说的，是你老公变了心了。以前帮雨薇忙前忙后的时候怎么不嫌烦？现在吵了一架就翻脸不认人。妈，程川脸上的烫伤上周才好。行，我不说了，你们两口子商量好了再告诉我。你满意了？你让我妈多难看，你知道吗？他让我挨了一杯开水，你们没有一个人觉得我难看。现在我只是不继续出钱，你倒替他觉得难看。顾程川，你能不能别……算了。我坐在餐桌旁，菜凉了，这个家好像也跟着凉了。那之后，我和苏婉晴冷战了3天。怎么了？程川，你的银行卡我今天交物业费，发现你这张卡里有一笔大额转账记录。多大？上个月有37万转入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那是周曲航转过来的分红款，正常都走另一张卡。上个月系统出了点问题，周曲航打错了卡号。那你每个月12000的基本工资呢？你做监理月薪12000，37万是怎么回事？年底奖金加上几个月的出差补贴一起打过来的。监理的年终奖有37万，加了绩效和项目集成，今年的工程量大。你还有什么瞒着我的？没有。真没有？他没继续追问，但我看得出他已经不只是怀疑了。去哪儿？工地。这不是猜疑，是他在试图理解我这个人。说实话，我知道这事儿早晚兜不住。17套房产，每月14万的租金收入，加上2个项目的投资分红，这些东西不可能永远藏着。但现在不是摊牌的时候，因为一旦苏婉成知道了，岳母家就会知道，岳母家知道了，苏雨薇就会知道。我光是想想就觉得头疼。以后分红走那个交汤银行的卡，别走工行了。怎么了？你老婆发现了？差一点。兄弟，你这日子过得跟地下工作者似的。帮我盯紧了。对了，有个事儿跟你说一声。云亭中心那边，赵明凯又来打听了。这次他找的是我们甲方的副总。他怎么搭上的？不知道，可能是通过别人，但那副总没答应他，让我们这边评估。你那边资质审核卡得住吧？资质审核是硬指标，他过不了。行，那我不管了。挂了电话，我有点意外。赵明凯这人比我想象的要有韧性，但韧性归韧性，实力不够就是不够。这事我不需要干预，规则本身就会筛掉他。怎么了？雨薇说她要跟赵明凯离婚。赵明凯把家里的存款挪去找关系了，说是要接一个大项目，投了20多万进去。现在项目没接着，钱也要不回来了。云亭中心肯定是云亭中心，赵明良为了攀上所谓的甲方副总，花了20万打点，那项目他过不了，不是谁卡他，是他不够格。雨薇说他们现在账上只剩不到3万块，2个孩子还要上幼儿园，房租下个月也快交不起了。然后呢？雨薇想搬回妈那边住，但妈那里就2室1厅，住不下4口人。程川，我不是要你帮忙，我只是告诉你情况。我知道了。程川啊，雨薇的事儿你听说了吧？妈，听说了。赵明凯那个不争气的东西把家底儿都败光了，雨薇现在带着2个孩子住在我这里，挤得不行。你看你们那个房子3室1厅，能不能让雨薇暂时住过来，就1-2个月，等她找到新房子就搬走。妈，我们家的客卧是我的书房，没法住人，而且她住进来不是一张床的问题。收拾收拾不就行了，又不是常住。不方便。什么不方便？你妈，雨薇的处境我同情，但同情不等于把她一家4口继续安置到我头上，她不能住进来。我没打算让你同意，我已经明确拒绝过他了。雨薇搬过来不到1周，这个家就得炸，我比你更清楚。那她为什么还打给我？因为他不接受我的拒绝，想绕过我，直接逼你答应。苏婉晴有时候比我想象的要清醒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给雨薇转5000块钱，
让他撑过这个月，剩下的他自己想办法。行，你的钱你做主。5000块，3年前他向我借第一笔钱的时候也是5000块，然后是1万、2万、3万。算了，不想了，那是苏婉晴的选择，我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赵明凯投出去的那20万是怎么回事？查清楚了，赵明凯找的那个甲方副总根本不是什么副总，是个中间人，自称能搭线的骗子。他不是甲方的人，就是个中间人，自称能搭线，实际跟项目决策层没关系，收了赵明凯20万的活动费，介绍了一个饭局。那个饭局有项目的人吗？那个饭局上坐的人，没有一个是项目的决策者，典型的工程圈诈骗。赵明凯太急了，根本没核实对方身份就把钱掏了。他能追回来吗？难，那个中间人已经换了号码，人估计早跑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打算告诉他吗？不打算。也是，告诉了他，还不知道他会怎么想。赵明凯被骗了20万，加上之前的亏空，他那个公司差不多快倒了。苏雨薇提离婚，我不意外，但如果他们真离了，麻烦只会更多的往我这边推。3天前你说的事应验了一半。什么事？雨薇离婚的事暂时搁置了，赵明凯跪下来求他给个机会。另一个原因是，雨薇今天问了我一个问题。什么？他问你那个朋友周启强是不是做房产的？他怎么会问这个？之前搬家的时候，物业公司打了个电话让他确认信息，他记住了那个物业公司的名字启盛物业。然后他在网上搜了那个公司，发现启盛物业名下管着好几10套房产。然后呢？他说他怀疑他之前住的那套房子不是普通房东的。他说那个价格在那一片低的不正常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市场价格有高有低，不奇怪。程川，那套房子是你的吗？不是。苏婉晴没再问了，但她的眼神告诉我，她已经不信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接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电话，苏玉薇本人打来的。姐夫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什么事？见面再说。今天中午，她瘦了不少，脸上没什么妆，眼下有淡淡的黑眼圈，和1个月前那个趾高气昂泼人开水的女人判若两人。以前的事是我不对，那杯茶的事我跟你道歉，我是真心道歉。不用了，我说了不用。你找我不是为了道歉吧？啊，姐夫，你那个朋友周启航，启盛物业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大学同学。他名下管着几10套房子。做物业管理的，管别人的房子。我以前住的那套江湾华地18栋。那是他一个客户的房子。哪个客户？我不知道，我没问过。姐夫，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们。我没必要骗你。那为什么之前那套房子4800就能租到，那片现在同户型都要6500以上了？运气。姐夫，你别把我当傻子。如果是呢？那套房子在你名下。我说，如果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顾承川，你到底有多少东西瞒着我们？瞒？我跟苏婉晴结婚不是向你们全家申报财产，我名下有车还是有房都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你今天突然道歉，苏雨薇，你到底还想从我这里拿什么？我想求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赵明凯的公司快倒了，如果你认识人。不认识。你还没听完？不用听完，答案是不帮。你要车的时候命令我，泼水以后没有一句道歉。现在赵明凯的公司快倒了，你才想起我是姐夫。你今天低头，不是因为知道自己错了，是因为你又需要我。这顿饭到这里，以后别再拿亲情给你的要求标价。顾承川，跟上次一样，只是这次茶水没有泼到我脸上。从餐馆出来，我心情说不上好，是因为我知道这件事不会到此结束。什么？他当着雨薇的面说那些话？妈，你先别急，我知道了，我跟他说。程川，你今天跟雨薇说了什么？实话。他回去跟我妈哭了2个小时，说你嫌弃他，瞧不起他，冷血无情。他怎么不说他请我吃饭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说了，他说他想请你帮赵明找条路，然后你一口拒绝了，还讽刺他。我没讽刺。
程舟，不管他是不是真心的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尖锐？我已经忍了3年了。我知道，但现在他真的很……苏婉晴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今天泼你开水的人不是你妹，是一个陌生人，2个月后他拎着一句迟到的道歉让你替他救公司，你会帮吗？你不会。那为什么换成你妹妹，我的伤就该不算伤，我的底线就该自动消失？因为她是我亲妹妹，是你的家人，我会尊重，但我是想让你明白，我有底线。你可以选择帮你妹，那是你的事儿，但别要求我也帮。那套江湾华庭的房子真的是你的吗？是不是你的？你不说我自己去查，启盛物业的注册信息是公开的，大股东是周启航，可江湾华记那套房2年前的租赁备案、维修授权里都出现过你的名字。低于市场价租给我妹妹一家的人是不是你？你到底还有多少套房子？17套，不是1套，也不是2套，是17套，全部在我们结婚之前购住。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真实。瞒了3年的事，在这一刻全部暴露。什么时候的事？结婚前就有，我爸留下来的。不是说你爸只留了1套老宅吗？我说的是事实，1套老宅加上16套投资房。那些房子值多少钱？按现在的市场价加起来2000万左右，不算每月14万租金，也不算项目分红。你瞒了我3年。是。为什么？我爸走之前跟我说，财不外露，尤其不要让我的家人知道。对。你不信任我？不是不信你，是不信。我知道了，你不信我妈，不信雨薇，你觉得我也会跟他们一样？你有2000万的身家，你跟我说你月薪1万2，你让我每个月掰着指头过日子，你让我为了给雨薇凑那5000块，去省了1周的菜费。我的钱一直在。你的钱在哪儿？在那17套房子里，在你那个什么启盛物业里，你给我的呢？你给这个家的呢？我给自己找了1万个理由，为了保护这些资产，为了不引来麻烦，为了按照父亲的遗嘱，但本质上我让自己的妻子过了3年紧巴巴的日子。苏婉晴，让我静一静。我坐在书房里，一动不动。第2天上午，我去了协助调查。启盛物业代管的江湾华堤18栋1402制，有人对这套房产的归属提出了异议，认为存在隐名投资纠纷。报案人是赵明凯，他的说法是，我不知道他怎么说的。他说这套房产实际属于你，但你通过启盛物业的名义进行了隐匿。他认为你在婚姻存续期间隐藏了大量共同财产，损害了你妻子苏婉晴的合法权益。一个外人倒替我妻子操心起财产问题。第一，赵明凯只是我妻子的妹夫，不是当事人，他没有任何资格就我的婚姻财产提起申诉。第二，启盛物业只是代管，股权、合同和资金流向全部公开可查。第三，17本产权证明，17份婚前付款流水以及对应的杠税和公证材料，我一份不少全带来了。所有房产都在2019年以前购入，法律性质只有一个，婚前个人财产。准备得很充分。我猜到会有这一天。明白了，顾先生，出兵长的报案不构成立案条件，他不是利害关系人，且您的产权归属清晰。如果他继续闹，建议您直接走民事渠道。谢谢。查到了，赵明凯是从那个物业公开信息里顺藤摸瓜查到的，然后他拉着苏雨薇去找了个律师，律师说可以试报案，律师没告诉他，他连当事人资格都没有。估计那律师就是想赚他一笔咨询费，那种三流律所，什么案子都接。行了。天气晴朗，12月的阳光照在脸上有一丝暖意。赵明土这一手是想逼我把资产摊牌，然后他们好从中分一杯羹。可惜他算错了2件事，婚前财产1毛钱都动不了。收起手机，上了车，是时候回去谈了。到家的时候，苏婉晴坐在客厅沙发上，茶几上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水和一沓打印纸。你查了？昨天我情绪不好，有些话说得太重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不应该瞒你3年。我想听你说实话，从头到尾。然后我把所有事情告诉了他。父亲2016年去世，留下了这些房产。那时候我们刚认识不久。父亲的遗言不让我把财产的事告诉任何人，
江湾华境那套房子是我以低价租给苏雨薇一家的。苏婉晴一直安静地听着，没有打断。你爸为什么不让你说？他说他见过太多人因为钱反目成仇，包括他自己的兄弟，他不希望我重蹈覆辙。所以你信了，然后你把我也算在了防范对象里。是，这是我的错。程川，我不是在乎你有多少钱，我知道，我在乎的是，我知道。3年了，你从来没信任过我，你愿意改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所有财务状况我都会向你公开。那些房子的事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该怎样就怎样，那是我婚前的财产，法律上跟你和你家人都没有关系。但你是我妻子，我不想再瞒你了。赵明凯去报案的事我知道，是雨薇告诉我的，他让我跟他一起去报案。你怎么说的？我拒绝了，而且我告诉雨薇，再打你财产的主意，我会亲自把证据交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你的东西。我跟雨柔说了，以后他再想打你财产的主意，我站你这边，但你欠我的那3年信任要慢慢还。好，苏婉晴站到了我这边，这意味着苏雨薇那边彻底翻脸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居然帮那个顾承抽？他有2000万瞒着全家，你不帮你亲妹去争，你反过来帮他，你这个当姐姐的怎么当的？妈，那是他婚前的财产。什么婚前财产？他跟你结了婚就是你们家的，你怎么这么没脑子？妈，法律不是这么规定的。我不管什么法律，你姓苏，你妹妹也姓苏，他顾承川一个外人有2000万，凭什么1分钱都不拿出来给家里？妈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，你明天回来，咱们坐下来好谈谈这件事儿。怎么办？不去。不去的话，我妈会闹得更厉害。让他闹，声音再大，也盖不过产权证上的名字。我的资产受法律保护，他闹到哪里都拿不走一套房1分钱。但我不想跟他关系搞僵。苏婉晴，你要想清楚一件事，你妈生气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，是因为她觉得有一块肥肉她吃不到。你可以去安抚她的情绪，但立场不能退。今天退一步，明天她就会要求你帮她从我这里拿钱，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？我不去，但我会给他发条消息，让他冷静几天。行。第2天我就知道了，周启航发来一张聊天记录截图，赵明凯在行业群里公然散播不实言论，污蔑启设物业经营不合规，还称自己手握证据。我看着这条消息笑了。赵明凯这是打算掀桌子了。截图我转给你了。看到了，赵明凯正在整理证据。这傻子在群里发了之后，有人问他要证据，他说正在整理。经侦刚把他的案子退回来，他还想再去报一次。还有一件事，云亭中心那边，赵明凯在工地门口闹了一回。什么？想借着被骗的由头闹事，找项目负责人要说法，但闹得挺大，影响很不好，甲方那边的人看见了。周启航，你觉得他还会怎么搞？最恶劣的情况，他会把你和我的关系公开，然后告诉你所在的公司，你在外面有资产。这倒是个问题。我在公司的岗位是项目负责人，有利益回避的要求。云亭中心的投资份额在我公司名下，但如果赵明凯去我单位闹了，那就麻烦了。苏婉晴，我要跟你妈正面谈一次。你确定？确定。这件事如果不正面解决，赵明台会一直闹下去。现在他已经影响到我的工作。你要怎么谈？摆事实，把产权流水、报案红证和群聊证据一份一份放到他们面前，告诉他们，那20万是赵明潭被骗的报案已经被退回，造谣和闹事的证据我已经固定，然后让他们选，是3天内撤回道歉停手，还是让法院替我把话说清楚？你真要这么做？不想，但如果他不收手，我只能这么做。好。你还有脸来？妈，我来是谈事情的。你有什么好谈的？让他进来。哼哼。
坐吧。我今天来是把话说清楚。你说。第一，启盛物业代管的17套房产全部是我的合法婚前财产，产权证明、公证文书、付款留学件和复印件都在这里。赵明凯拿我的财产去报案，经侦已经明确退回，他连当事人资格都没有。第二，赵明凯那20万是被一个冒充甲方副总的骗子骗走的，饭局里没有一个项目决策人，这件事跟云庭中心没有半点关系。他该做的是报诈借，不是去工地撒泼。第三，他在行业群里散播启盛物业洗钱的不实言论，截图群成员、证人和传播记录，3天之内不撤回、不公开道歉，启盛物业法务会正式起诉。到时候要谈的就不是一家人的面子，而是赔偿和责任。你的要求是什么？很简单，赵明凯在3天内撤回群里的不实言论，当着群里所有人道歉，之后不再去工地闹事，不再骚扰我或我的合作伙伴。如果他不呢？起诉商业体委，追究民事赔偿，再加律师费和证据保全费用。他现在连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，真走到法院，赔掉的不只是几万块，还有他在整个行业里最后一点信誉。你们自己掂量。顾成川，你非要把事情做绝是不是？把开水泼到我脸上的不是我，去报假案的也不是我。现在我只要求他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。到底是谁把事情做绝？你好大的口气，有几个破房子就了不起了？妈，我只说一句，程川的财产是他的，我不会帮任何人去争。够了，赵明凯，现在就把群里的消息撤回，3天内公开道歉。再敢去工地闹一次，不用程川起诉，我先把你赶出去。爸，听到没有？行。3天后，赵明夹在那个行业群里发了一条道歉声明，措辞很不情愿，但该说的都说了。行了，这事到此为止。你不继续追究？没必要。赵明吉已经够惨了，我不需要赶尽杀绝。你对他够客气了。云庭中心的项目进入了施工高峰期，接下来2个月是最忙的时候。顾工，有个事儿跟你说一声。什么？甲方那边的王总问了我一句，说之前来闹事的那个人是不是你亲戚？你怎么说的？我说不知道，但王总好像查了些什么。他具体说了什么？就问了一句，然后说没事。王总上次工地门口闹事那个人，确实是我妻子亲戚。既然处理好了，那就没事了。不过我提醒一句，咱们这个项目金额大，到时候审计会很严格。如果有什么关联关系，提前处理好，别留隐患。明白。王总的意思很明确，他知道我可能和周启航有关系，虽然没有挑明，但关联关系这4个字就是暗示。你的意思是可能需要退出那个项目的投资？不是退出，是做一个切割。我把项目的投资份额全部转让给周启航，以后只保留监理的本职身份，彻底规避关联关系。这样合规吗？走正规股权转让程序，完全合法，只是少了一部分收益。赵明凯一通乱搞，最后伤到的是你的工作。是，但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处理好就是。程川，你如果需要我做什么，跟我说。3年婚姻，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这句话。谢谢。不用谢，你是我老公。做完切割后，我心里轻松了不少。我在项目里的隐名投资份额正式转让到周宇航个人名下。云庭中心这个项目上，我只剩下一个纯粹的监理身份。接下来1个月风平浪静，赵明凯和苏雨薇像是消失了一样。我爸那天在家里把他们都训了一顿。我爸说，人家的东西是人家的，伸手去拿就是偷。你爸比他们都清醒。我爸平时不爱管事的，这次也是被逼急了。不再瞒着他之后，我发现轻松了很多。每月的租金收入、房产的维护情况，我都会跟他过一遍。你爸给你留了个好底子。有个好消息，云庭中心1期的精装修标单招标结果出来了，中标的是华建工程，一家正规的1级资质制公司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猜赵明凯什么反应？他还在盯着这个项目。他听说中标结果后，又跑去找中标公司想做分包。人家一查，报案、闹工地、行业群造谣3件事全在，当场把凯迪装饰拉进合作黑名单。他拼命想绕过规则，最后却是自己把最后一条路堵死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说，你知不知道赵明凯的凯瑞装饰这个月已经发不出工人工资了？10来名工人被欠了大概14、15万。这跟我没关系，欠工人工资是他该承担的责任。我就是告诉你一声，别到时候他又跑到你面前来。他不会来了。你确定？我不确定。赵明凯这个人骨子里是好面子的，他不会轻易来求人。但如果他真的走投无路，2天后我的判断被验证了，不是赵明离来找我，是苏雨薇。
姐夫，有事？想跟你说几句话，不是借钱，也不是找你帮忙。走吧，旁边有家面馆。这是给你的，不值钱，就是之前的事儿，一直没正式跟你当面说个对不起。上次你说过了，上次不算，上次我心里还有别的想法，这次是真的道歉。那杯茶的事儿，我想了很多次，如果换一个人对我这么做，我也不可能原谅。还有后来赵明提去报案去闹事儿的那些事儿，都是我的主意。他一个人想不到那些，是我让他去查的，是我让他去闹的。我以前觉得你有钱就该帮我，你是我姐夫，车、房子、人脉都该先紧着我。你一拒绝，我就觉得你小气冷血。直到这些便利全没了，我才明白，我以为的理所当然，全是你一次次退让换来的，不是我应得的，更不是你欠我的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，我就是来说这句话的。赵明凯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处理。工人的工资，我准备把嫁妆的金项链卖，能凑3万多，加上跟几个朋友借的，这个月能先发一部分。剩下的呢？我找了份工作。什么工作？一家快递站，分拣员，月薪5000，包午饭，早上7点到晚上6点。这是3个月前那个翘着2郎腿喝茶，一言不合泼人开水的苏雨薇。姐夫，我不是来博同情的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不会再来烦你了。雨薇，金项链先别卖，我把周启航的号码给你，他那边有个仓库在招周末临时工，1天200。你是工作机会，不是钱，更不是施舍。你自己去面试，能不能留下，看你的本事。谢谢。面端上来了，我一个人吃完。回了公司。程琛来了，快坐。态度生硬，但至少不是敌意了。赵明音呢？他在外面跑活，有个小区要做维修翻新，他今天去谈。程川，这1年辛苦了。爸，都是应该的。以前家里对你有些地方做得不好，我替他们跟你说声不好意思。姐夫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顿饭不算热闹，但至少不再剑拔弩张。我知道这不是和解，只是一种默契的停火。程川，你那些房子的事儿，以后不会有人再提了。我把话撂下了。谢谢爸。不用谢，你对婉晴好就行。会的。雨薇现在那份工作是你帮忙找的？不算帮忙，就是提供了个信息。他现在每天6点起来快递站，周末还去搬货，变了不少。人这辈子总得摔一跤才能学会走路，你做得对。3月中旬，云亭中心项目进入了验收阶段。我作为监理负责人，连续2周泡在工地上。顾工，验收标准这边都确认了吧？确认了，你们的活没什么大问题，细节把控不错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有个事儿想请教你，之前那个凯瑞装饰你了解吗？怎么了？最近赵明田来找过我们，说想做我们下面一个子项目的分包。他态度很诚恳，价格也压得低，但我们之前查过，说他有过不良记录。你们的分包流程走正规渠道就行，资质够不够，信誉行不行，你们自己评估，我这边不干涉。明白。3个月前的那些事，破查报案、造谣闹事，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了，但我记得清清楚楚。不是因为记仇，是因为那些事教会了我一个道理：善良可以给人台阶，但不能给人踩到头上的梯子；亲情可以帮一次，却不能替谁的人生无限买单。从那杯开水落到脸上的一刻起，我学会的不是报复，是把自己的边界牢牢握回手里。项目验收、岗位晋升、雨薇重新工作都不是同一天发生的，日子只是终于开始，朝着正常的方向一点点往前走。顾工，这期审计质量和进度没有一项出问题，下一期还是你负责。谢谢王总信任，这期做的扎实，没什么反货。我跟你们公司那边提了，说你该升了。程川，公司打算设一个片区监理总监的岗位，你是第1候选人，月薪从1万2涨到2万8，加上项目奖金，明面收入翻了1倍多。什么时候生效？下个月。监理总监，这是管几个项目的？3到4个。程川，恭喜你。这不是谁给我的人情，是我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做出来的。你知道吗？雨薇昨天跟我视频时笑了。她说她现在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但觉得比以前踏实。以前在家里等赵明婷赚钱，心里老是慌，现在自己也赚钱了，底气不一样。挺好。
他还让我替他跟你说声谢谢，那个仓库的活救了他的急，一份临时工而已，但对他来说这是个转折。人都是被逼出来的。你也是。我怎么了？你以前那么闷，什么都忍着，现在多好，有脾气，有主见，还升了职。你是说我以前很窝囊？我没说，但我更喜欢现在的你。兄弟，你那2套商铺的买主想追加投资，跟我们合作下一个项目。什么项目？城东新区的旧改项目，规模比云亭中心大3倍。需要我出多少？前期500万就够，按你的份额，年回报率保守估计25%。500万，我手里现在能调动的现金，加上几个月的租金积累，差不多够了，可以考虑。怎么了？有个投资机会。大的？挺大。我想回家跟你商量。行，回家说。最终，我投了500万进城东旧改项目，这一次不再隐名。我和周启航注册了新的联营公司，我持股40%，周启航持股60%，合同、资金和风险全部公开透明。真正重要的不是这笔投资，而是签字前，苏婉晴坐在我身边，看完了每一页。3年前我把她隔在资产之外，这一次，我把选择权和信任一起交给了她。云亭中心2期开工后，我以监理总监的身份进场，手底下带着4个监理员，管着3个标段。忙是真忙，但忙得有底气。5月份，赵明凯的消息又传来了，这一次是好消息。华建工程重新核验了凯瑞装饰的资质、报价和整改记录，最终给了他一个40多万的小标段。不是因为谁替他走关系，是他自己把该补的资质补上，才从规则里重新挣到一次机会。程川，我怀孕了。什么？怀孕了6周。确定了？今天去医院做了 B 超。好，就一个好。特别好，是我这1年听过最好的消息。程铮，我们要当爸妈了。这一次我会把我们的家好好守住。这1年，从一杯滚烫的茶水开始，我先学会停止退让，又学会把真相和选择交给自己的妻子。车、房和人情只是我重新立起的边界，职位和投资只是守住原则之后的结果。真正留下来的是苏婉晴愿意站在我身边，我也终于愿意让她走进我的全部生活。现在我们之间不再有秘密，还要一起迎接一个新的生命。